为什么有些上了年纪的人脸上长满了老人斑，而有些人即使50、60岁了，皮肤还是干干净净，几乎看不到斑点呢？难道这全靠天生丽质的基因吗？还是涂了什么神奇的祛斑霜？医生终于说出大实话，其实真相没有那么神秘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老人斑的秘密，以及50岁后如何透过调整饮食来预防老人斑，保持肌肤年轻健康。这些知识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讲给你听，一起来揭开老人斑的真相吧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什么是老人斑。所谓老人斑，其实就是皮肤表面出现的棕色或黑色斑点，医学上常称为老年性色素斑或脂溢性角化。它们通常平平的呈现圆形或椭圆形，大小不一。老人斑最容易出现在常年暴露在日光下的部位，比如脸上、手背、前臂和额头太阳穴等位置。有些人大概40、50岁开始出现零星的斑点，年纪越大可能越明显。这些斑点本身大多是良性的，也就是不是什么皮肤癌变，但因为看起来像一块块年纪的印记，所以让人觉得显老不美观。过去人们也叫它肝斑或肝斑点，以为是肝脏不好在皮肤上的表现。然而现代医学发现，肝功能和老人斑并没有直接关联。为什么呢？原来肝斑这名字是因为老人斑的颜色看起来像肝脏的褐色，而且古人也以为脸上长斑是体内有肝火或毒素。但实际上，老人斑主要和皮肤老化、日晒伤害以及体内代谢变化有关。换句话说，老人斑其实是岁月在皮肤上的痕迹，也是身体给我们的一种讯号。那为什么有些人讯号特别多，有些人却几乎没有呢？接下来我们就一步步揭开原因。日晒是造成老人斑的一个重要外在原因。长年累月受到太阳紫外线的照射，我们皮肤中的黑色素细胞会被刺激，不断产生黑色素来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伤害。适当的黑色素均匀分布时，皮肤只是整体变黑一点点，看起来是晒黑了。然而，随着年龄增长和光老化累积，有些黑色素会在皮肤某些区域过度集中，形成色素沉淀，久而久之就变成一颗颗深色的斑点，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老人斑。你可以观察一下，通常老人斑多长在长期暴晒的部位，脸上、手上、脖子等，而衣服遮住的地方，例如背部、腹部，往往比较少老人斑出现。这就说明阳光的紫外线 UVA、UVB 确实是推手之一。那些年轻时喜欢日光浴、不注重防晒的人，到了中老年皮肤上斑点可能特别明显。反之，注意防晒的人皮肤老化慢，斑点也可能比较晚出现或数量较少。可是问题并不仅仅是晒太阳这么简单。如果只是日晒决定一切，那户外工作者人人都该满脸斑。但现实中还是有人天天晒太阳却不怎么长斑，反而也有人不怎么出门仍长出不少斑点。所以除了外部的阳光，还有内在的原因在影响老人斑的生成。医生指出，老人斑其实是全身老化的一种警讯，也就是身体内在环境的变化在皮肤表面的投射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和自我修复能力开始下降，很多内部废物没那么有效清理，就可能在体内慢慢累积。其中一种废物就和老人斑的形成密切相关，那就是自由基氧化造成的产物，以及一种叫脂褐素的色素。我们打个比方，人的身体好比一部精密的机器，年轻时运转顺畅，各种零件更新快，损坏了也能很快修复。但随着年岁渐长，机器零件开始磨损，运转变慢，氧化作用在体内不断发生，就像铁会生锈一样。我们细胞里产生的自由基过多时，就会攻击细胞膜和蛋白质，让细胞受损甚至死亡。受损的细胞残片和一些被氧化变性的物质逐渐积累起来，其中就包含紫褐素这种带有棕黑色的老化色素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强大的抗氧化防御和代谢机制能清除大部分自由基和损坏物质，所以皮肤看起来光滑紧致。然而上了年纪后，自由基清除不及时，紫褐素开始沉积在细胞里，皮肤中的沉积表现在外，就是出现一颗颗锈斑。没错，
可以把老人斑想象成身体被氧化后产生的铁锈在皮肤上的印记，所以自由基越多，氧化压力越大的人，往往老化也更快，皮肤斑点皱纹就更多。有哪些情况会让体内自由基过多呢？不少现代生活方式都在偷偷加速我们体内的氧化，抽烟就是自由基制造大户，烟草中的有害物质让人体产生大量自由基，加速皮肤老化。吸烟者普遍比不吸烟者更早出现皮肤暗沉和斑点皱纹，空气污染、农药、重金属等环境毒素也会增加自由基负担。压力大，经常熬夜的人，自律神经长期处于紧张状态，体内的氧化压力也明显升高。这就是为什么常年过度忙碌或焦虑抑郁的人，往往看起来衰老得更快，皮肤也较易出现斑点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人作息规律、心态放松，体内抗氧化酵素功能较好，皮肤状况通常也会显得年轻一些。除了自由基氧化，还有一个内在杀手会让人长斑，那就是糖化反应。什么是糖化呢？简单说，就是体内过多的糖分和蛋白质结合，产生一系列坏东西，称为糖化终产物。可以把它想象成体内的焦糖浆糖分子，把蛋白质粘住之后加热，代谢过程就像加热，就变成棕褐色的粘稠物质。这些糖化终产物会破坏胶原蛋白等组织，让皮肤的弹性下降，变得粗糙暗沉，甚至长出黑斑。同时，糖化带来的慢性发炎反应也会伤害身体各个器官。有人把糖化产生的斑点形容为体内糖煮出了斑，这很形象。当我们发现脸上开始冒老人斑，其实可能意味着体内的蛋白质也在被煮焦。所以，喜欢吃甜食、含糖饮料、精致碳水的人，皮肤老化往往更快，斑点也更早出现。相反，控制糖分摄入的人，皮肤年轻状态能保持更久。再想想饮食习惯对皮肤的影响，我们常说你是你吃出来的，皮肤状况更是饮食的直接体现。长期高油脂、高热量饮食，尤其是爱吃那些油炸、烧烤的食物，会让身体处于一种促发炎状态。比如烧烤焦香的鸡皮、烤牛排，表面虽然美味，但那焦黄的一层其实含有大量前面提到的糖化终产物，因为高温烹调加速了糖化和氧化。我们吃下过多这类物质，会刺激胰岛素分泌和引发炎症反应，进一步催促皱纹和黑斑的形成。换句话说，天天大鱼大肉、重油重咸的人，皮肤往往不如饮食清淡均衡的人细嫩。而有些老人在饮食上格外养生，少油少糖，多吃蔬菜水果，体内环境保持得好，皮肤就光洁得像同龄人中的异类。综合以上种种，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老人斑在不同人身上的表现有天壤之别。一方面是遗传肤质的差异，有些人天生肤色较白，黑色素细胞活性高，年轻时容易长雀斑，年老时也较容易显出老人斑。相反，有些人天生肤色健康，小麦色或黑色素分布均匀，不易长斑。另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后天的生活习惯，防晒是否做好，饮食是否健康，抽烟喝酒习惯，心态压力等等，都在潜移默化决定着你老了以后是满脸斑还是脸很干净。可以这么说，老人斑是日积月累的结果，绝非一朝一夕形成。那些50多岁皮肤仍然白净的人，绝不是侥幸，而多半得益于他们多年养成的良好习惯。而那些同龄却布满斑点的朋友，可能年轻时并没有注意这些细节，让岁月在脸上留下了更多痕迹。医生就有一个生动的案例分享给我们。一位美国的前心脏外科医生，60多岁时手背和脸上也布满了黑斑，本来以为是正常的老化现象，但这位医生并不满足于岁月痕迹不可逆的说法。他深入研究后直言，老人斑并非单纯皮肤问题，而是全身老化发出的警报。于是他大胆做了一个实验，从生活方式下手，逆转老人斑。他首先彻底调整饮食，采取低糖饮食，就是控制糖类摄入，远离精制糖和高糖食物，来减少体内糖化反应。同时他改变烹调方式，杜绝煎炸烧烤，以清蒸、水煮、炖煮等低温方式烹调食物，以降低饮食中摄入的糖化终产物。
它还增加了很多富含抗氧化物质和膳食纤维的食物，比如各色新鲜蔬果、坚果、茶饮等，借此中和自由基，改善肠道健康。在蛋白质来源上，这位医生也做出改变，他减少红肉和加工肉摄入，改以植物性蛋白为主，例如豆类、坚果、种子等等。因为研究发现，植物蛋白饮食的人体内，一种叫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IGF-1 的水平较低，而 IGF-1 过高会加速组织老化和纤维化。简单说，就是多吃豆鱼蛋奶，少吃红肉，让身体处于一种比较温和慢速老化的状态。这位医生还非常注重肠道菌群的调整，他每天摄取发酵食物或益生菌，因为肠道健康与体内炎症息息相关，被他称为从内而外的抗老关键。就这样坚持了大约1年时间，奇迹出现了，他的手上和脸上的老人斑明显变淡，甚至大部分消失，皮肤变得比同龄时年轻许多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并没有使用任何外用的美白产品或祛斑药膏，纯粹是靠内在调养达成的。这个案例令医学界啧啧称奇，也给我们很大启发。原来老人斑是可以透过改善生活方式来逆转或减少的。如果你改变了造成斑点的内在环境，皮肤状态真的有可能随之改善。当然，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如此戏剧性的变化。但上述案例至少说明，预防和淡化老人斑，外部涂抹不如内在调理。很多人一发现长斑就病急乱投医，买昂贵的淡斑霜、偏方生姜擦脸、柠檬片敷脸等等。然而，这些方法往往收效甚微，或者只能暂时淡化一点点表面的色素。如果内在该产生斑的因素没有改变，新斑还是不断冒出，等于是治标不治本。医生坦言，与其花大钱买化妆品遮盖，不如把精力花在调整日常习惯上。当然，医美技术如雷射、冷冻治疗也可以直接去除已经形成的斑点，但这些侵入性治疗都有风险和成本，而且只能针对已存在的斑，一样不能阻止新的老年斑生成。所以最明智的方法还是从日常生活下手，预防胜于治疗。那么话说回来，普通人要如何预防老人斑呢？总结前面的原理，其实方法并不神秘，就是针对成因来调整，抗 UV、抗氧化、抗糖化，加上均衡营养和良好作息。说起来简单，我们把它拆解成几条黄金守则。每天做好防晒，防晒绝对是减少斑点的第一步。不要以为只有年轻人才需要防晒，到了50-60岁，皮肤更脆弱，更需要保护。出门时记得涂抹防晒霜，选择高 SPF 且适合自己的防晒品，同时佩戴帽子、太阳眼镜、撑阳伞等物理防晒措施。特别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阳光最强烈的时段，要避免长时间暴晒。很多长辈觉得，我都这年纪了还怕晒黑吗？但防晒不只是为了美白，更是为了减缓皮肤老化。长期坚持防晒的人，到老年皮肤上的斑点皱纹都会比不防晒的人少得多，出现得更晚。可以说，防晒是最划算有效的抗斑面霜。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戒烟限酒，早睡早起，适度运动，调节压力，这些老生常谈的养生方法，其实对皮肤年轻也非常重要。戒烟我们刚刚说了，能大大减少自由基对皮肤的伤害。至于饮酒，少量的红酒因含有白藜芦醇等抗氧化物，可能有益健康，但酗酒可就适得其反了。酒精过量会削弱肝脏代谢，并增加体内毒素，对皮肤也不好。睡眠则是天然的美容时间，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皮肤细胞修复和再生高峰期。充足的睡眠能让皮肤细胞更好的自我修补，把白天受到的氧化损伤降到最低。如果长期熬夜，修复机制混乱，日积月累，皮肤当然更易出现色斑老化迹象。适度运动，如快走、游泳、太极拳等适合中老年的运动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新陈代谢，有助于把体内垃圾自由基更快清除掉。同时运动也能让人心情愉快减压，间接减少内分泌失调对皮肤的影响。心情压力大时，学会疏解压力，比如听音乐、与朋友聊天、练气功、瑜伽等，
保持心境开朗，体内的荷尔蒙环境会比较稳定，也能减少皮肤长斑的几率。饮食均衡并聪明选择食物，这部分我们重点讲，因为俗话说3分靠长相，7分靠养，吃对了真的能吃出好皮肤。特别是50岁后，更要注意多吃几种抗衰老又抗斑的食物，为身体补充对抗自由基和减少色素沉着的营养。我们马上具体介绍这几种食物，但在此之前也要提醒大家，先尽量少吃几类不利于皮肤的东西，高糖分、高油脂的食物要克制。前面说的甜点、含糖饮料、炸鸡、薯条、肥肉等要少碰，因为它们会推高体内糖化和氧化的水平。还有辛辣刺激的食物也要适量，过辣容易引发肌肤发炎或油脂分泌旺盛，可能间接导致斑点问题。饮食应该清淡适度，多蔬果高纤维，保持肠胃通畅，这样体内代谢废物才能顺利排出，不给色素垃圾积累的机会。了解了该少吃什么，现在就重头戏来了。50岁后宜多吃的4种抗老人斑食物，快来看看你是否经常吃吧。第一种食物，番茄。红彤彤的番茄可是享誉世界的抗老明星。番茄富含维生素 C 和茄红素等营养，其中维生素 C 是公认的美肤维他命，能抑制体内酪氨酸酶的活性，减少黑色素的形成，同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，让皮肤更有弹性。简单理解，维生素 C 就像漂白剂加胶水，一方面美白淡斑，一方面修复支撑皮肤，难怪很多淡斑保养品都含有维 C 成分。而茄红素是番茄里的红色植化素，属于强效抗氧化物质，有植物黄金的美誉。研究显示，茄红素对清除自由基特别有效，能减少皮肤被 UV 伤害的程度，预防日晒引起的老化和色斑。此外，茄红素还有助于预防心血管老化，对全身都有好处。怎么吃番茄最有效呢？有2个小诀窍。第一，挑熟透的红番茄来吃，因为番茄越红熟，表示茄红素含量越高。第二，番茄最好经过熟食调理，并搭配一点油脂一起吃。由于茄红素是脂溶性的，生吃吸收有限，如果用橄榄油拌番茄沙拉，或者将番茄煮熟，例如做番茄汤、炒番茄来吃，茄红素释放更充分，吸收率也更高。很多长寿地中海饮食国家的居民都爱吃番茄，例如意大利人常年番茄入菜，这或许也是他们健康长寿、皮肤不显老的重要因素呢。不过要提醒，如果你有胃酸过多的困扰，空腹时不要吃生番茄，因为番茄偏酸，可能刺激肠胃。饭后或2餐间吃熟番茄是比较好的选择。第2种食物，胡萝卜。俗话说，胡萝卜小人参，它的营养价值相当高，其中最突出的成分就是贝塔胡萝卜素。这种橘红色的营养素在体内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， 而维生素 A 对皮肤健康至关重要，它能促进表皮细胞的新陈代谢和修复，减少角质堆积，让皮肤保持细嫩光滑。足够的维生素 A 还能减轻色素沉着，所以胡萝卜常被视为天然的淡斑食物。经常吃胡萝卜有助于减少老人斑和其他黑斑的形成。除了维 A 作用，胡萝卜素本身也是优秀的抗氧化剂，能中和自由基，增强皮肤的抵抗力。除了胡萝卜，其他红黄色蔬菜也含丰富的类胡萝卜素，比如南瓜、地瓜、红薯、玉米、红椒、木瓜等等，都可以和胡萝卜一起归为一类抗斑蔬果。这类食物有个显著特点，颜色鲜艳，多半抗氧化能力也强。我们的餐盘越是彩虹缤纷，红橙黄绿各色蔬果都有，摄取的植化素种类就越多，对抗自由基的武器也越多元，皮肤当然更有保障。胡萝卜这类蔬菜建议煮熟吃更好，因为加热能破坏蔬菜细胞壁，释放出更多胡萝卜素，而且记得横一点油脂，同时提高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。如果嫌胡萝卜味道土土的，和其他食材一起炖煮或打成蔬果汁都是不错的方式。需要提醒的是，胡萝卜虽好也不宜过量，每天1根中等大小的胡萝卜或等量的橙色蔬菜就足够了。吃太多胡萝卜素会导致皮肤出现胡萝卜素血症，皮肤发黄，看起来反而不好哦。所以营养均衡最重要，
各种颜色蔬菜搭配着吃。第三种食物，坚果和种子类。这一类我们以坚果为代表，包括核桃、杏仁、腰果、榛子、花生等等，以及各种种子如葵花籽、南瓜籽、芝麻等。别看它们体型小小，里头蕴藏的营养可是很丰富，特别对皮肤抗老化有帮助。首先，坚果富含维生素 E， 这是皮肤的守护神之一。维生素 E 的抗氧化作用可以保护细胞膜不被自由基攻击，等于在皮肤细胞外围筑起一道防护墙，减少 UV 和污染带来的伤害。此外，维生素 E 还能促进皮肤修复，帮助受损的细胞自我修护再生。因此，多摄取维生素 E 丰富的食物，有助于预防老人斑的形成。哪些食物为 E 多呢？坚果种子类绝对是数一数二的来源，像杏仁和葵花籽就是维生素 E 的宝库。一小把杏仁几乎就能满足一天所需的维 E。如果你不吃坚果，也可以从酪梨、牛油果和深绿色叶菜，如菠菜、西兰花中获取不少维 E。除了维 E，坚果中还含有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，这种好油脂可以润泽皮肤，维持细胞膜的健康状态，让皮肤保持弹性不干燥。想想看，皮肤细胞如果饱含健康的油脂，就像苹果切面涂上一层油，可以减少氧化变色的速度，从而延缓老化。坚果还提供锌、硒等微量元素，这些元素也是抗氧化酶系统的重要成分，有助于清除过氧化物。在一些研究中，均衡饮食中包含适量坚果的人，皮肤老化程度确实比不吃坚果的人要轻。当然，坚果热量较高，每天一小把，约1盎司，几颗到10几颗，视种类而定就好，不要过量摄取，以免发胖。把坚果当作健康零食或菜肴的点缀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例如，早餐来一杯燕麦杏仁牛奶，或沙拉上撒些核桃碎，不仅增加香脆口感，还能吃出满满维生素 E， 保护皮肤远离斑点困扰。第四种食物，绿茶。没错，常常被忽略的茶，其实是超级抗氧化饮品。中国人自古就有饮茶养生的传统，绿茶尤其以富含茶多酚、儿茶素而著称。茶多酚是强力的抗氧化物质，其清除自由基的效能据说远高于维生素 C。每天喝几杯绿茶，可以为身体提供源源不绝的抗氧化剂，减少细胞受到氧化伤害。对皮肤而言，绿茶中的儿茶素能降低紫外线对皮肤的破坏。一些研究发现，经常饮茶的人皮肤癌和光老化的发生率较低，可见茶多酚在体内体外都发挥了保护作用。此外，绿茶还具有抗炎功效，能缓解皮肤的微发炎状态。有些人脸上为什么斑点特别多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皮肤慢性发炎，敏感导致黑色素更容易沉着。如果我们内在炎症少了，皮肤也就不那么爱长斑。绿茶正是一味很好的抗炎饮品。对中老年人来说，喝绿茶还有额外的好处，促进血液循环和代谢。茶叶中的咖啡因适量摄取，能提神醒脑，促进循环，让全身的新陈代谢动起来，对皮肤也间接有利。当然，咖啡因敏感的人要注意下午或傍晚就别喝浓茶，以免影响睡眠。如果不喜欢绿茶的苦涩，加入几朵菊花泡成菊花绿茶，或加点蜂蜜调味也是不错的方式。冲泡绿茶，水温以60摄氏度到80摄氏度为宜，这能最大程度释放儿茶素，又不至于炖熟茶叶破坏营养。如果实在不爱喝茶，其实咖啡、可可也含有多酚类抗氧化物，可以作为替代。不过相对来说，绿茶热量几乎为零，更健康。长期坚持喝绿茶的人，身体抗氧化能力提升，有助于全身器官，包括皮肤的抗老。所以50岁后不妨养成品茶的习惯，把喝饮料改成喝茶，为皮肤多积一分防御。除了以上重点介绍的4类食物，其实还有许多天然食材对预防老人斑有帮助。例如深绿色蔬菜，如菠菜、羽衣甘蓝等含丰富维生素 C 和 E， 各种莓果、蓝莓、草莓富含花青素，是强力抗氧化剂。柑橘类水果，橙子、柠檬富含维 C 和陈皮苷，有助美白皮肤。大蒜素可抗老，防止细胞老化。姜黄
姜黄素是抗氧化高手，还具抗炎效果等等。不过不用一下记太多门道，简单记住一个原则，多吃天然的植物性食物，少吃加工高脂高糖食物，你的皮肤通常就会比同龄人更好。当然，每个人体质不同，有些人可能饮食很注意，还是长了斑，这时也不要气馁，保持上述健康习惯，至少可以减少继续长新的斑，而且对整体健康也是百利而无一害的。聊到这里，我们可以回答开头的疑问了，为什么有些人满脸老人斑，有的人却干干净净？原因就在于他们体内外环境的差异。那些皮肤干净的长者，往往一辈子保持良好的习惯，该防晒的时候不马虎，饮食清淡均衡，爱吃蔬果，烟酒不沾或很节制，心态开朗，不乱发愁，甚至基因也许给力一点点，这些因素叠加起来，让岁月也对他们网开一面，皮肤老得慢一些，自然斑就少。而那些满脸斑的人，并不是上天刻意不公平，很可能年轻时就透支了皮肤，累积的日晒伤害、糖和烟的伤害，到了一定年龄一起爆发出来。所谓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脸上的老人斑其实是几十年生活方式的账单。听到这里，也许有长辈朋友会问，我现在已经50好几了，脸上都有一些斑了，改变还来得及吗？当然来得及，正所谓往者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。过去的日晒和岁月我们无法倒转，但未来我们可以掌握。皮肤是活的器官，它依然在新陈代谢，只要我们从现在开始养成上述好习惯，减少新的损伤，促进旧的修复，皮肤状况是完全有可能得到改善的。也许不能让已经存在很多年的老年斑完全消失，特别是那些已经变厚凸起的脂溢性角化斑，但至少可以让色斑不继续扩大变多，整体肤质变得更健康有光泽。临床上也有不少例子，透过调整饮食和生活，老年斑显著淡化，甚至淡出肉眼可见的程度。所以不要放弃，从今天就开始行动。在照顾皮肤的同时，有一点也很重要，定期检查皮肤的新变化。虽然大部分老人斑是无害的，但有时候某些皮肤癌，例如黑色素瘤，早期也可能长得像一颗不寻常的斑。所以如果你发现某个斑点颜色突然变深变红，形状不对称，边缘不规则，或者会痒会痛，短时间内明显变大等等异常情况，一定要及时去皮肤科检查，确定不是恶性病变。我们在追求青春容颜的同时，更要确保自身健康无虞。总而言之，老人斑并非不可避免的宿命，它更像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面镜子。想要镜子里的自己依然年轻明亮，就得从现在开始呵护好自己的身体和皮肤。回想那些皮肤干干净净的长者，他们的青春密码无非就是管住嘴，迈开腿，做好防晒，心情放轻松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并践行这些简单的准则。50岁也好，60岁也罢，为时不晚，只要开始就能有所收获。每天一点改变，少吃一杯奶茶的糖，多吃一盘蔬菜水果，出门多撑把伞，别让烈日直接亲吻皮肤，睡前泡杯绿茶或姜茶代替酒精助眠。这些小细节累积起来，5年、10年后，你会发现自己的肌肤状态和别人拉开了差距。最后，让我们记住，岁月会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，但我们可以选择痕迹的深浅。愿我们都能通过聪明的养生之道，把老人斑挡在门外或降到最低，让容颜依旧光彩照人，从容优雅的变老。当别人赞叹，你怎么这么大年纪，皮肤还这么好，几乎没有老人斑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自己的努力与坚持没有白费。保持年轻，永远不嫌晚。现在开始行动，你也可以成为那个到了花甲之年依然脸上干干净净的人。祝所有读到这里的朋友都拥有健康的身体、年轻的心态和由内而外散发的美丽光彩。一起加油，让岁月成为我们的朋友，而不是在脸上刻画沧桑的敌人。